听闻福香姑娘天姿绝色，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美人。以前我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杨公子莫要取笑奴家。我在茶室等了许久，为何福香姑娘还不见我？周公子莫怪，娘子已经选了他人。福香姑娘分明是选了我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？消遣人是吗？你若不给我个说法，休怪本公子不客气。平儿，既然赵公子不服气，你就把诗带出去，让他看看。诗？什么诗？赵兄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赵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赵兄，那人是写了首诗，对吧？到底什么诗能让福香姑娘破坏规矩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书从何说起啊？你倒是快说呀，急死人了！众芳摇落独宣言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好诗，好诗！此诗一出，休杀千古咏梅人。各位，小生要去别处打茶围了，将诗词传扬出去。在下也告退了。为大凤诗坛扬名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还有我也去。走，下一场。奴家要谢过公子，倘若将来奴家能名垂青史，定是公子的功劳。哦，你要怎么谢我？公子，长夜漫漫，不妨先听奴家为你弹奏一曲，助助雅兴。得先打开话题。福香姑娘国色天香，难道没有人为你赎身吗？教坊司的姑娘，哪里是说赎身就能赎身的？即便是遇到个有情郎，礼部也不会同意的。教坊司当红花魁赎身很难，因为是官妓，要走一大堆流程，上下打点，耗费的银子远胜其他青楼花魁。寻常青楼的花魁大概500两至1000两，教坊司的花魁也许还要翻1倍，甚至更多。我现在这中等偏上的收入，也得不吃不喝攒10年。也是，以福香姑娘的美貌，在大凤京城也挑不出第二个。公子不要取笑人家了，人家不过是蒲柳之姿。这大凤京城第一美人是镇北王妃。镇北王妃，又是这个女人。那位王妃出身江南书香门第，9岁那年随父母到玉佛寺烧香，住持赠了她一首诗：出世惊魂压众芳，雍容清寂沐夕阳。万众推崇成国色，魂系人间惹帝王。从此名声大噪。13岁时被送入皇宫，但当今圣上潜心修道，早已不近女色。19年前山海关大捷，当今圣上的亲弟弟镇北王作为第2大功臣，圣上便将那位京城第一美人赠予他。第1大功臣是谁？魏公。当初魏公是3军统帅，若非他是宦官，王妃也就不是王妃了。原来是他，魏渊这个人太有名了。虽是宦官，但经才绝艳，文能治国，武能平乱。若非是宦官，考个状元当个首辅，轻而易举。周丽此人好色荒唐，胸无点墨。每次他参与打茶围，奴家就当他不存在。教坊司归礼部管，他一个户部侍郎的公子，奴家也不怵他。好色荒唐从何说起？寻花问柳不是常态吗？此事倒是涉及一些官场秘闻了，人家也是听其他官人说起。杨公子莫要外传。为了造福天下苍生，本宫已下令，大凤打更人从9月23日起开始加更，甚至会在国庆期间9月30日到10月5日连续6连更，重振大凤国威时机已到。各位学子准备好了吗？俺也会古代上装逼的妖媚，谁知努力做呼啸的流放，水眼不见了妖来背过大风筝吹鸟，路到有分多少嘲笑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寻找又能破案，
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流金所需，怪罪力我最强，仙家世界心照样能还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拉风大跟人笑谈风起，有头有脸梦老的现实线，推理破谜团警察也呈现，笑看江湖路轻松又自在，笑看九州是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还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须，没